不奇怪了，被情敌救赎这种戏码要是放在老派国产恋综里都算名场面，结果这节目临到收官突然原地拔高含金量。谁能想到看到最后我们不磕产品，反而开始磕起姐妹情了。这两位最开始还是因为一个男人剑拔弩张的关系。我平常不太拒绝别人，但现在我是要拒绝，我拒绝拉眼睛。没有点奇怪，我是有点难懂他的行为，有时候。有些人会就是在大家很快乐的时候，非要搞一些有的没的的那种。简单说，兔子和玫瑰姐姐是先后和罗非约会的。最开始是玫瑰姐姐和罗非约会，聊得正热，所有人都默认他们是一对。结果罗非一句想再了解一下别人，转头去约了兔子。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看到的局面。玫瑰姐姐对兔子和罗非的亲密一度很不爽，没想到后来罗非又转向和马晴开始约会，兔子瞬间成了曾经的玫瑰姐姐，两个人还一度对罗非的新约会对象有点态度。发展到现在，兔子有了稳定的新约会对象，玫瑰姐姐兜兜转转，虽然暂时没有固定搭档，但整个人已经很自洽，做什么都能自娱自乐。可节目组流程还得走，8位嘉宾抽签分组展开主题约会，兔子和自己的 CP 抽到一组，我们玫瑰姐姐再次抽到大哥，孽缘拉满。大哥从头到尾对马晴情有独钟，就算对方去了解别人，他也在原地苦等。可规则摆在那里，他已经2次和玫瑰姐姐分到一组，上演了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戏码，这一次又被分到一起。玫瑰姐姐的心态大概就是风来我挡，水来我看，反正我自己开心最重要。在劫难逃。没有啊，就是肯定是就有一点落差吧。上天就是派他来考验我的吧。4个人组成大组，开始所谓的艺术约会，说是4人，其实还是2两。兔子和自己的 CP 一如既往的和谐，做什么都默契十足。玫瑰姐姐这边气氛就微妙多了。兔子提议4个人一起举手牵手拍照，大哥表情麻木，这气氛太让人尴尬了。我们手抓手，来 1 2 3， 手抓了，你跟那个谁的手抓起来啊！我回头跟他亲密的话，今后我就跟马晴也不好解释，要保持一个度，这是我的一个原则。吃饭的时候，兔子那对黏黏糊糊自拍互动，空气里都是粉红泡泡，而玫瑰姐姐这边自己拿着手机拍照。就是从这里开始，我们突然有点心暖。兔子注意到玫瑰姐姐和大哥几乎没有互动，连合照都像是一个人的任务，于是主动提出帮他拍照，也很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处境。其实梅也蛮沉静的，但是梅的沉静，我就觉得你如果是一场约会来判定的话，他的沉静就只有他自己啊，他没有他身边的那个想要的那个男生，他只有他。4个人举杯庆祝，兔子自然是去和自己的 CP 碰杯，气氛轻松又顺理成章，而玫瑰姐姐那边却有点落空，杯子举在半空，左右都找不到可以碰的人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那一瞬间的小小尴尬。兔子看到了。 Cheers， 来碰一下，来碰一下。代入一下，玫瑰姐姐当下大概真的有点无所适从，做什么都显得多余，慌乱之间还打翻了饮料，不小心弄到兔子的食物，差点把人家衣服也弄脏。可兔子的反应很稳，没有皱眉，没有摆脸色，反而轻声安慰，那种态度是真的让人舒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刚怎么碰的。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这不就这么岁岁平安呐？真是的，哎呀，多少事儿啊！朋友们要知道，我们前面提过，兔子和玫瑰姐姐之前的关系并不轻松，甚至一度紧绷。可到了这一刻，兔子的大气和爽快是真的有点格局在身上。简单总结一句，哪怕曾经因为一个男人有过纠葛，但男人算什么呢？姐妹的处境才更该被姐妹看到，被理解，被拖一把。玫瑰姐姐对兔子这一连串反应也是很感慨，后台里她是这样说的：就我有看到不同的他，就之前会觉得他说话声音比较大呀，然后一直在输出什么的。别坐我脚上！我拒绝拉眼睛。我们俩单独，那我们俩单独去。你问他为什么姓罗？你跟罗永浩姓的？对，一直在跟我聊天。他的抢夺欲有点强。我让你了啊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感受又是完全不同。吃完饭之后，4人小组又去了游乐场，2个女生笑着拍照，气氛轻松自然；2个男生去玩游戏，最后赢了2个玩偶。兔子的 CP 赢了兔子玩偶，顺理成章送给兔子，这一幕甜得刚刚好。大哥也赢了1个玩偶，但他心里惦记的还是马晴，暗暗准备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这也无可厚非，喜欢谁第一时间想到谁，本来就是本能。玫瑰姐姐没有一句抱怨，兔子看在眼里也没有点破，只是安静地陪着玫瑰姐姐去玩游戏。最后玫瑰姐姐自己给自己赢了1个玩偶，就说这个姿态漂不漂亮吧，这档老派恋综看到现在真被我们看出点门道来了。
兔子那种对谁都大大方方、不计较场面的态度，真的很舒服。再带入到他们的感情走向，会发现男女在恋爱里的思维方式确实不太一样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评判对错，只是探讨差异。节目接近尾声时，大家都可以去找想聊的人，把话说开。罗非第一个去找了兔子，这也是此前玫瑰姐姐提醒过他的。你跟我解释过，我不误会，但你也要去和兔子说清楚。罗非这次想解释的是，为什么之前和兔子那么亲密，后来却突然转向别人。他说，当时的牵手和拥抱只是适合那个当下的情绪和氛围，并没有更多含义，言外之意不过是一段当时刚好的靠近而已。我今天听到他的话就有点像，他现在的选择人是因为情绪稳定，即便被伤害了也不会怪他。我听到这句话时，我非常非常的舒服。甚至提到后来有人告诉他，他们的亲密让别人不舒服，他才突然意识到，是不是和兔子进展太快了，是不是因此让自己觉得没得选，有压力了。这番话其实当初玫瑰姐姐就和罗非提过，而那时罗非的反应也耐人寻味。每天跟你说你哪天就是大家都不舒服，我觉得就是你不舒服，不是很。不管他内心真正怎么想，总之此刻的罗非表达得很清楚，他害怕进入一段固定关系，或许和自己结过又离过有关，所以对承诺这件事格外谨慎。兔子听得一脸不解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亲密就是亲密，靠近就是靠近，怎么还能随时抽离？更扎心的是，当被问到兔子和马晴的区别时，罗非的回答更耐人寻味。他说，和兔子约会总感觉要对外解释两人的关系，但和马晴相处却不需要定义，彼此都尊重那种模糊的模式。话说到这里，其实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我觉得跟马晴约会比较舒服，在这个稍微有点模糊的状态。如果明天我是跟别人去约会，我觉得马晴完全不会说什么，也不会感觉奇怪。兔子不解，但听懂的人自然懂。这段对话其实已经没有继续的必要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。随后是兔子和他目前的 CP 徐工的对谈。临近尾声，很多话总要摊开来说。徐工说，兔子很会给别人快乐，可他更心疼他经历了那么多，却依然努力带给别人温暖。真正爱你的人是会心疼你的。这句话一出来，兔子直接泪目。每一个愿意努力去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，都是因为怕别人像自己一样不快乐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能感同身受，就内心深处的这种就让人心疼的一部分吧，就让人心疼的一部分吧。这一点上，我们其实是一个行为模式，是同一类人。可一谈到现实问题，气氛就变了。兔子是离过婚、有孩子的，徐工未婚未育。当被问到对孩子的看法时，他的回答也显得谨慎而理性。浪漫可以共鸣，但生活终究要落地。这一刻的对视，比甜言蜜语更真实。两个人要走近，其实这是要做的功课。这个其实你要是和没有孩子的人相处，就不用背这门功课。我觉得就是会有压力。我们做好准备了吗？老派恋综谈感情，却绕不开现实，听着格外感慨。原来不管多大年纪，人面对爱与生活时的纠结都一样。节目里的另一对 CP 王老师和木木早早公开表白，在泰国那段更像蜜月，亲密互动不断，仿佛已经认定彼此是人生后半程的伴侣。所有人都以为他们稳了，结果临近收官，也开始认真讨论现实问题。异地工作怎么解决？节目结束后如何生活？这些才是真正的考题。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天，对吧？然后今天差不多倒计时了，明天会最后一天了吧？这么快吗？就是节目结束了，后面的后续呢？有想过吗？想过也没想过。就是一起聊聊呗。所以看到最后，这节目最有含金量的感情线，反而不是谁牵手成功，而是那条悄悄生长出来的姐妹情。前期是情敌，气氛紧绷，后期却因为心疼彼此而伸手拖一把，而且不是嘴上说说的体贴，而是落在细节里的陪伴与看见，是看到你的尴尬却不点破，是在你落单时默默站到你身边。节目已经大结局，结局我们都看到了，但第9期看下来，真正让我动容的是兔子的同理心，也是玫瑰姐姐的自洽与松弛。一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，一个终于学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这种成长比任何告白都更有力量。你们细品，是不是这个味道？评论区聊聊吧。